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修远，我没能守住你的约定。小姐，小姐醒醒，您发烧3天了。小姐，您可算醒了，再不行，老爷就要请道士了。今夕是何年？康宁53年啊！小姐，您烧糊涂了，眨眼功夫竟已是70年过去。乡下丫头就是命硬，烧了3天都没烧死。这药里加了30苦秋，柳姨娘，我说的对吗？什么苦秋？你胡说什么？苦秋性寒，3分足以让人腹泻3日不起。明日是沈家归学大考，您这是想让我出丑，还是想让我死？小姐，您怎么敢这样跟姨娘说话？她会报复您的。她已经报复过了。可是小姐，就算没有这碗汤，知府千金说明天归学那道算学题解不出，照样要沈家脸面全无。那道题我7岁就会。70年过去，修远、昭儿，你们是否还在？小姐，姨娘说了，您身体还虚，不必去丢人现眼了。让开！小姐，您真的7岁就会那道题？当然，而且不止一种解法。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也好意思来碰算盘？你碰过吗你？3种方式啊！结缘法，这是失传70年的结缘法。你从何得来这算法？这么简单的算法，还用学吗？什么70年前？你这个疯子！你父亲今年的草运账目出了问题，我从你衣着的料子、随从的人数、你头上那根成色不对的玉簪推断出来的。回去告诉你父亲，账目的事晚了，就不只是账目的问题了。他还是那个乡下来的沈志威吗？小姐，您今天简直神了！您是怎么知道若瑶小姐父亲的账目问题的？人的形貌会说话，他的衣着、随从、首饰，都在诉说。而这些，
我早在70年前就了然于胸。你是谁？您希望我是谁？您把我扔在乡下16年不闻不问的时候，您有没有想过我是谁？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！我的名字就叫沈之薇。至于我是不是您的女儿，您比我清楚。这16年我竟没有看过你几次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娘。您走吧，这具肉身欠您的颜面，今天我替他还了。从今以后，两不相欠。我不是他，但他的眼泪我流。从今以后，沈之薇只为自己活。乡下人就是笨，连茶杯都拿不稳。你家中可有叫顾修远的长辈？你怎知我祖父的祖父名讳？祖父的祖父，爷爷的爷爷，难道是昭儿？你是昭儿的孙子，快带我去见他！放肆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想见谁就能见？我认识顾昭儿，带我去见他，他知道我是谁。跟我来。事后自有分晓。一个小丫头说认识昏迷不知多久老太爷，疯了吧？曾祖父沉疴多年，昏睡不醒。太医说他时日无多。如果你是来骗人的，我定要你。真的是昭儿，70年了。昭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的名字是祖母取的，昭是光明，儿是祖母的心头肉。你说过，长大要像祖父一样当将军，保护祖母。昭儿，你醒来好不好？再给祖母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昭儿，昭儿的手动了！昭儿，我是祖母，我是祖母啊！昭儿不怕，祖母在。祖母回来了，昭儿等到了。跪下，叫老祖宗！老太爷，
他，一个16岁的，他是我祖母！你们谁敢不认，就从顾家族谱上除名！曾祖母在上，兖州叩首。起来，我不是来要你们跪的，我是来认我孙子的。昭儿，祖母回来了。祖母，昭儿等了70年，终于等到了。祖母，昭儿这辈子值了。妖女蛊惑老太爷！一个16岁的丫头，怎么可能是老太爷的祖母？老太爷被他下了蛊，我们要开祠堂查清此事。我是不是顾昭儿的祖母，不靠族谱写，靠昭儿认不认？昭儿认我，你们谁不服可以走，顾家的门不拦不响铃的。怎么办？现在族中嫡系好像就顾老爷子辈分最大，他认这个丫头为祖母，咱好像确实没办法。谁说没办法？嫡系一脉虽然顾老爷子辈分最大，且顾老爷子的儿子虽然英年早逝，但不还有孙子的吗？孙子总还能说上话。能说上什么狗屁话？顾老爷子的孙子在外地当官呢，短时间内根本回不来。你看，都说别急，这不旁系最大辈分，咱们族的二族老站出来了，事情肯定能解决。老太爷认你是他的事，但顾家的宗权祖产，不是你一个外人能碰的。我碰了吗？我什么都没碰，你急什么？还是说是你心虚了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！他入了顾家的门，就是顾家的人。沈家现在来接人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回沈家，我也不需要顾家认我，我认我的孙子就够了。这位老祖宗，您可真狠，我喜欢。你叫谁老祖宗？那叫曾祖母、高祖母。月钱扣一半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跟我念书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曾祖母。你是来接女儿，还是来接顾家的高祖母？我不是你亲生的，我是你夫人陪嫁时带来的养女。你对沈之薇没有养育之恩，只有利用之心。父女情分从今天起一笔归一笔，不欠你们，你们也别想再欠我了。她是妖女，她不是之薇。关门。曾祖母，您连亲爹都不认。他不是我亲爹，他是沈之薇名义上的父亲。我叫了他16年父亲，已经够了。那您认我这个曾孙？你先把你那间茶楼的账本拿来给我看，亏了3年，还有脸问？
您怎么知道茶楼亏了？我是你曾祖母。什么曾祖母？一个16岁的乡下丫头，凭什么管顾家的事儿？我顾淮南不服。光说有什么用？倒是做出来了。做就做。今天我就设下算学、机关术、族规3关考验，定要让他当众出丑。我这第1关算学可是号称10年无人能解的祖传难题，是关于运河水量与闸门开启时间的复杂计算，你能解得出来吗？这道题是我出的。不可能，这只是侥幸，我还有第2关，第2关你肯定解不出来。这可是顾家祖传机关锁，其中奥秘错综复杂，3代内无人能开。你要真是老祖宗，你就打开。这道锁的原理是天干地支错位法，我70年前设计的。这不可能，这还是侥幸。我还有第3关，有本事你就背出顾家族规。你要是老祖宗，肯定倒背如流。顾家族规第1条，嫡庶有别；顾家族规第2条，尊老爱幼；顾家族规第3条，遵纪守法。这一条嫡庶有别与后文凡顾氏血脉一视同仁自相矛盾，这一条罚则过轻，起不到惩戒作用。月钱再扣1半，而且我重复一次，明天开始你跟我念书。您到底是不是人？我是你曾祖母。曾祖母，我服了。从今以后，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不要你服我，我要你服你自己。那好，我既服我自己，也服曾祖母，求曾祖母教我。脸上的伤谁打的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是我高祖母不假，但我唱戏的事儿你管不着。你每月孝敬干娘的钱是你月钱的3倍。那个干娘是金陵商会3姨太，专门替达官贵人照料戏班子里有点名气的姑娘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，傻不傻？不替人数钱，我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办？明天我陪你去一趟知府衙门。就凭你们顾家一个16岁的丫头，也想扳倒我？哼！单凭我自是奈何不了你什么，但我还有这个，你这3年的账目、威胁人用的书信，还有认证口供，这些呈现给知府大人，由你受。何人击鼓？可有冤屈？我击鼓，有案上报。那
便进府来吧。怎么，不敢进？难道是怕了？我怕？我怕什么怕？我清白的很。知府大人，三姨太这些年敲诈勒索的名伶不止顾彦君一个，前前后后一共9个人，这些是我收集的罪证，还请您过目。诬陷命妇！来人，给我把这顾家的什么高祖母给我拖出去！知府大人，您三姨太的干女儿们每年孝敬的银钱加起来有2万多两，这笔钱入了谁的账？知府大人，在交给您这些罪证之前，我可是有过备案的。您当真要相护三姨太吗？我认罪，我认罪，我这就退还被敲诈的全部银两。求沈大人饶我一命，我上有80岁的老母，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。高祖母，燕君此生无以为报。我不要你报答，我要你好好唱戏，把这口气唱出来。高祖母，燕君记住了，从今以后，燕君这条命是你的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好好唱戏。沈知微的亲孙女，不给人当摇钱树。高祖母，您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叫我一声高祖母，顾家的人，我来护。这是苏念雪，我的幕僚，也是我的心上人。好一个才女！去查苏念雪的底细，不要打草惊蛇，从她的老家、亲戚往来账目入手，带上顾墨深，他年纪小，嘴甜，容易套话。曾祖母放心，3天之内给您答复。景川，你去调取顾彦州名下过去1年的所有公账支出。燕叔，这些可属实？属实，这些都是我亲手查到的。曾祖母，信上所写的皆有账本记录作证，有人贪污已是事实。你们做得很好，接下来就没你们的事了。去把燕州叫来，顺便让他带来账本。是。明天我要见你所有的幕僚，带上那位苏姑娘。曾祖母，您怀疑念雪？我不是怀疑她，我是怀疑账本。顾彦州名下过去1年从宫中撤去了8700两，每一笔的签字人、经手人、用途，我都标出来了。曾祖明鉴，这些都是公事支出。那这3000两修桥铺路的银子，为什么最后进了金陵祥玉赌坊？你弟弟苏天养半个月前在祥玉赌场一夜输了2400两，他一个连正经差事都没有的人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我是冤枉的，是弟弟偷了我的银票。哭解决不了事，你的银子是顾彦州的，顾彦州的银子是顾家的。你弟弟偷了顾家的银子去赌，你知情不报，还帮他掩盖，这不是偷，是监守自盗。曾祖母，是我识人不明。你不是识人不明，你是心太软。这块短板我替你补上。
这是顾家给你们的最后一笔银子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求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，从今以后，金陵没有你们母女的容身之地。你跪再久也没用。我说了，从今以后，金陵没有你们母女的容身之地。记住了，心软不是错，但心软被人利用就是错。曾祖母，我记住了。曾祖母，我服了，您到底要我怎样才放过我？你名下那间茶楼，过去3年亏了2000两，我要你3个月内扭亏为盈。我不会做生意啊！我教你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发现茶楼亏的问题所在了。茶楼的进货价比市价高2成，伙计私自拿茶叶回家，账目混乱，无从对账。曾祖母，我已经发现账本的问题了，您教我怎么应对呢？研究了7天，终于发现问题了。看来你也不笨，想要以更低的进货价入手茶货，首先你得找好进货商，以稳定进货、打开渠道等优势条件压低价格，你的进货价就会低很多。原来如此。曾祖母，我从小到大，没人真正教过我东西。现在有了。曾祖母，您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狠？我只对值得狠的人狠。曾祖母，您的茶楼以后放心交给我吧。是顾家的茶楼，不是我的。老祖宗，学生有一事请教您。那日解算学题的结缘法出自哪本书？没有哪本书，是我自创的。这些图，谁教你的？没有人教，学生自己摸索的。看了一些工巧的杂书，但大多语言不详。这里你把承重放在了3处，但实际受力时，3处会互相拉扯，导致断裂。如果改成1处，让其他3处只起辅助作用，就不会有问题。所以，结缘法不只是算学。万物同理，你天赋极高，但路子走歪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教你。学生愿执弟子礼。不是弟子，是玄孙，你该叫我高祖母。可以用了。老祖宗，学生此生必不负您，定当竭尽所能，以报您的知遇之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顾景川。一个庄子上养大的野孩子，也配姓顾？我要查顾家所有子孙的血脉，从接生婆、乳母、当年的管家、丫鬟开始查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曾祖母，这涉及太多人了。查，我说查就查。
我当年接生的孩子，我还能不知道长什么样吗？后来隔个2天我再去看时，明显孩子变了样，根本不是一个人。这个你说的孩子可能换了，这事儿比较隐秘，我不太了解。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孩子？我记得当时负责哺乳少爷的那个于母，的确刚产下儿子不久，调换的可能性有。您还知道有谁和乳母比较亲密，可以知道一些比较隐秘的信息吗？好像还有一个老丫鬟，我给你她住的地址，你去找她吧。曾祖母，多方证据交叉印证，顾景川才是真正的顾家嫡子。通知下去，召开族会。种种证据表明，顾景川是顾家嫡子，而现有的那个是乳母的儿子。贾公子虽被赶出家门，但此事元凶还未伏法。经查实，乳母偷换子孙乃是受顾家二族老顾元昌指使，他想通过控制嫡派血脉，逐步蚕食族产。你血口喷人！铁证如山，你要在官府开堂对质，我陪你。我不开堂。曾祖母，我想报答您。好啊，从明天起，你来管顾家的账。一个被偷换的孩子，最懂得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曾祖母，茶楼这个月赚了50两。老祖宗，我按您教的方法改了图纸，水利枢纽的模型已经做出来了。曾祖母，顾家的账我理清了，查出历年亏空12万8千两，不是小打小玩，是有人在慢慢往外搞。曾祖母，苏念雪离开后投奔了苏州一个商人，我派人盯着了。曾祖母，各地暗桩的联络图我画好了，一共17处。曾祖母，我错信小人，从今以后我一切听您的。我不是要你们听我的，我要你们学会听自己的。但在此之前，先学会听对的。祖母，您这70年没白等。还没完，还有一件大事没做。什么事？一座观星台。昭儿，这是我花了3个月凭记忆复原的70年前的宫造总图。图纸上画的这个像火器的，不是火器，而是一座融合了观星、水利、攻防3大功能的大型工事群。祖母，这就是您当年说的。这是我70年前没铸成的东西，不是火器，是让百姓吃饱饭，让商路通起来，让星星看得更清楚的东西。老祖宗，这是……观星台用于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，水利枢纽调控金陵周边水系，灌溉万亩江田。天工坊集中工匠研发农具、纺车、造纸术等利民之器。曾祖母，这3大公事涉及官府、田地、商路，不是顾家一家能做的。所以我不做私事，我做的是利国利民的事。官府不会拦，反而会帮。曾祖母，我干，茶楼的利润全投进去。老祖宗，图纸的事我来。曾祖母，账我来管，每一文钱都不会乱花。曾祖母，官府那边我去跑。曾祖母，对外联络的事交给我。高祖母，我唱戏挣的钱也投进去。曾祖母，我统筹全局。秀媛，你看到了吗？当年我们说好的那座城岩，终于要动工了。倾全族之力造什么观星台？
他疯了！老太爷被他下了蛊，顾家的祖产不能这么败。这是景川花了半个月整理出来的过去10年顾家祖产的收支明细。三祖老贪没了银2000余，刘管事挪用了钱财532两，庞派顾盛和侵吞了银两233，这每一笔贪没都有据可查，精确到两。过去10年，顾家祖产缩水40%，不是做生意赔了，是被你们掏空了。够了！你一个外来的丫头，凭什么查我们？凭顾家族规第7条，祖产账目每3年一核，族中任何人不得阻挠。过去10年没人核账，今天我核了。要么你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，继续当你们的族老；要么我开祠堂，按家法一条清算，送交江宁府尹。我支持曾祖母，谁反对，先过我这关。凭什么主之独吞祖产？我们也是顾家的人，凭什么我们没有？既然主家要查账，就把我们的家产给我们。你们要分家产，好，分。但分之前，先把这些年你们从顾家拿的银子还回来。哼！那是顾景川花了2个月整理出来的。近20年来，每一笔旁支从主支支取的银钱、粮食、布匹，甚至过年过节的红包，这每一笔花销都精确到1文钱。顾三太，你去年借了300两，至今未还；前年借了200两，大前前借了150两。你从顾家拿走的，比你应分的家产多得多。要分家产，可以。先把欠的账还清，还清了，再谈分。老祖宗，我错了，我不分了。你被除名了，顾家不需要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。谁干？金陵商会的人，他们怕我们的水利书断了他们的2行生意。我们查到了纵火的人，收了金陵商会3把手赵四爷的银子。报官，拿我的帖子直接找知府。金陵商会赵四爷纵火毁坏他人财物，意图杀人，3罪并告。烧我的工坊可以，烧我的心血不行。毁我的图纸是要断江南千万百姓的生计，我不答应。今赵四爷犯故意纵火罪，惩入狱3年，赔偿全部损失。老祖宗，图纸，图纸在我脑子里，烧是烧不掉的。曾祖母，重孙为钦天监，拉到了苏州织造府的5万两白银投资。你知道苏州织造为什么要投这笔钱吗？因为我们项目好啊。
因为李织造的弟弟想娶顾燕君，你被利用了。我坏事了吗？没有坏事，但你被人当枪使了，还不知道，这就是问题。曾祖母，我要去苏州，把这笔投资退掉，然后重新谈。你想好了？5万两，不是小数目。想好了，不是我的本事挣来的钱，我不要。淮南哥，你去吧，茶楼我帮你看着。谢谢。大掌柜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这个钦天监的项目很有效益的，这不仅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，更可以带来长久的收益。投资我们这个项目，保准您稳赚不赔。好，听起来不错，但这收益怎么分？收益按股份比例分红，比如您投资多，给您的股份就多。如果您的股份是10%，那么到时候您就分到项目的10%收益，每年都有。你是我见过的年轻人里账算得最清楚的。这笔投资我投了。5万两投资，到手。曾祖母，这次我谈的每一分钱都干净，我给他们看完整的账目，他们没有任何附加条件。你长大了。曾祖母，谢谢您没放弃我。你是我曾孙，放弃谁也不会放弃你。曾祖母，从今以后，顾家的生意我来管。先把你茶楼的账管好再说。曾祖母，沈家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。沈家能断的，都是明面上的生意。顾家还有多少暗线？曾祖母，顾家在全国17个府有暗桩，这些是100年积累的底牌，沈家不知道。从今天起，明线收锁，暗线启动。明面上让沈家以为我们被打垮了，暗地里把货从暗桩走。怎么样？1个月过去，顾家的生意不但没垮，反而扩大了3成。没错，倒是沈家，因为围剿顾家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生意先垮了。传话给他，沈家的事与我无关。曾祖母，您真的不恨沈家？恨过，但不值得。过去的账算不清，未来的路我们自己走。这是燕州的孩子，求曾祖母收留。你说这是燕州的孩子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曾祖母不信我，我就死在顾家门口。你死不死，和这孩子是不是顾家的血脉，是2件事。晏殊，你去查苏念雪离开顾家后的一切。是。老祖宗，我已经查清了苏念雪离开我们家的一切。她被我们赶出家门后，嫁给了苏州一个商人。那商人半年前破产跑路，她走投无路才想出这一招。孩子的父亲是那个商人，不是顾兖州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只是想让孩子有个依靠。我可以给你一笔银子，让你和孩子活下去。但从今以后，你再敢踏进金陵1步，我让你永远出不去。
祖母，我的心好乱。淮南，这事交给曾奶奶。好吧。曾祖母，我是不是很蠢？你不是蠢，你是心太软。心软不是错，但心软被利用就是错。我曾经也心软过。70年前，我因为心软，信了一个不该信的人，差点毁了一炉丹药。那个人是我最信任的副手，他从我眼皮底下把丹方卖给了敌人。曾祖母，您也会犯错。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是你曾祖母，我也犯过错，而且错得很惨。但我没有一直错下去，我把那个人揪了出来，把损失降到了最低。然后我告诉自己，心软可以，但要分人。曾祖母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利用我的软肋。好，那第一件事，去把苏念雪送走时给她的银子追回来。不是因为她欠顾家，是因为她欠你一个教训。这笔债，你得亲自去讨。好。我来这里，不是因为恨，而是因为曾祖母说的那句话，你欠自己一个交代。我为顾家干了40年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贪污3万两，按家法当逐出宗族，送官纠办。你一个庄子上长大的野种，也配谈家法？我不是野种，我是顾家的嫡子。我被偷换到庄子上的时候，这个掌柜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我在庄子上吃苦的时候，这个掌柜没有问过一句。现在他贪了顾家的银子，按家法办，天经地义。他说的对。家法上没写，庄子上长大的不能执行。顾景川是顾家的嫡子，查账是他分内的事，谁不服，站出来。你跪什么？谢谢您信任我。不用谢，是你自己争气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居然宣布不再唱戏，要嫁给一个富商做妾！那个富商答应给青天剑投10万两银子，条件是我嫁给他。曾祖母不会同意的。这是我的事，不需要任何人同意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好，那我不拦你，但我问你一句，你嫁人是为了顾家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顾家不需要你卖身，青天剑也不需要。但如果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我尊重你。高祖母，我不想嫁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沈之微的玄孙女，宁做穷人妻，不做富人妾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需要唱好你的戏。你走吧，我不会再做你的妾了。你出尔反尔，好，你们顾家势大，即便反悔我也说不得什么。但我
要收回已经给的2万两定金。这钱算我借的，3年内还清。顾家的债什么时候用得着一个小丫头还？这钱是用给顾家的，当然是顾家还。你个丫头瞎凑什么热闹？你走吧，顾家会有人找你处理此事。这是高祖母给你的礼物，是把好簪子。以后啊，高祖母还会给你买更多礼物。多谢高祖母。朝廷发了公文，要求民间大型公事需报备公布。你们这个公事没有经过报备吧？既然如此，我们撤资。曾祖母，资金断了2/3，公事要停。不用找，这钱我们自己出。曾祖母，总共凑了11万两。总资金需要多少？第一期需要30万两，撤资后现在缺口19万两，还有11万两。这笔钱不够重启全部工事，但够先集中力量完成水利枢纽。有了成果，不怕没人投。老祖宗，先做水利枢纽吗？先做水利枢纽，水利枢纽见效最快，建成就能灌溉万亩良田。有了成果，朝廷会帮我们说话，商帮会自己回来。祖母，我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，您可别让我白掏。不会，祖母这辈子就让你失望过一次。沈氏，你一个女子为何要造这些东西？因为我算过一笔账，水利枢建成后，金陵周边万亩良田旱涝保收，每年能多产粮10万担，10万担粮够3万人吃1年。观星台建成后，立法更准，百姓耕种有据可靠。天工坊建成后，农具改良，每亩增产2成。这3样加起来，江南每年少饿死3万人。这话我会原封不动地奏给皇上。谢大人。曾祖母，您不怕？怕。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真话不怕查。曾祖母，您真是料事如神。不是料事如神，是把账算清楚了。朝廷要的是政绩，不是麻烦。青天剑能给他们政绩，他们就不会来。顾老太爷经脉衰弱，已经油尽灯枯，怕是时日无多了。祖母，我想再看一眼您说的那颗星星。昭儿，青天剑还没造好。我知道，但我怕是等不到了。你等得到，水利枢就要建成了。昭儿，水利枢不是炮，但祖母知道，昭儿要的不是炮，是祖母对你的承诺。祖母答应你，祖母一定完成青天剑。祖母，昭儿相信你。赶着做。
尽快把各地的货都调来。祖母，您没骗我。孩子，祖母怎么会骗你？祖母从来不骗昭儿。祖母，能再见到您，昭儿这辈子值了。莫言，你记得我教过你的结缘法吗？那是算学，不是工造。万物同理，你把受力点从7处改成3处，裂缝就不会出现。魂遗书的关键不是多少受力点，而是受力分布。7处互相牵制，反而容易裂；3处互相独立，各司其职，反而更稳。老祖宗，您简直是天人！我不是天人，我只是比你多活了70年。我顾莫言此生必不负老祖宗教诲。修远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星星快亮了。观星台高过城墙，有窥探之嫌，立即停工。我要去找知府理论。你去了，就是硬碰硬，我去。曾祖母，走。曾祖母，您到底跟知府说了什么？我给他算了一笔账，观星台建成后，金陵的律法会更准，农耕会更稳，税收会增加。我还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复工，我就把青天剑搞到苏州去。金陵的税收、政绩、民生，他想要哪样自己选。曾祖母，您太狠了。错了，该打，这是智慧啊！对，祖母您说的对，这是智慧。祖母，近70年了。您等到了，不是我等到了，是你们替我走到了。曾祖母，请为公事命名。通往星辰天河的渡口，应当名为天河渡。老祖宗，您做到了。不是我，是我们。若父亲在天有灵，应该也会很开心吧。咱家奉了陛下旨意，
来给顾家赐匾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沈氏有女，名知微，才德兼备，功造无双，特赐工会集民匾额1块，赏银500两，绢100匹，赐7品如人虚衔。民女领旨，谢陛下天恩。知微，没想到真的得到了陛下的认可。曾祖母真绝，亲爹都不认，你懂什么？曾祖母认的是恩，不是血缘。曾祖母，您高兴吗？高兴，但不是因为这块匾，是因为青天剑留下来了。曾祖母，您在找什么？我在找一个曾无数次刻画进脑海的画面。70年前，有个人跟我说，等天下太平了，我们就在最高的地方造一座观星台，看一辈子的星星。70年后的今天，我终于看到了。70年璀璨星河，却让您苦等至今，是曾孙不孝。这是哪里的话？快起来！只要能有结果，一切都值得。修远走了，昭儿也快了，但顾家还在，青天剑还在，你们还在，这就够了。曾祖母，我最近在整理老家祠堂，顺便可以找找曾祖父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。也许能找到些旧物，也好让你有个念想。修远，我知道，只要我心中有你，你一直都在。长辈们都在，我想说件事。我准备成亲。成亲是好事，哪家的姑娘？她叫阿秀，是那个卖豆腐的姑娘。你堂堂顾家嫡子，娶一个卖豆腐的？他是我在茶楼认识的，人特别好，而且他不嫌我是纨绔，从茶楼最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帮我。帮过你，我顾家可从其他方面补偿，未必就要娶她。不，我意已决，此生非他不娶。淮南，跟我来书房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好，那我问你一句，如果有一天顾家落难了，他会跟你一起撑吗？曾祖母，他每天都在帮我撑。茶楼最困难那3个月，是他每天丑时3刻起来磨豆腐帮我撑过来的。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，是他教我做生意，不是靠嘴，是靠心。那就娶，好好过日子。要是他欺负你，来找曾祖母。你哭什么？曾祖母是向着你的。这个丫头比你懂事。曾祖母，从今以后我有人管了。不是管你，是陪你。小伙子长得真俊，大娘给你介绍个对象，对方是两江总督的女儿，貌美得很，有时间见一见？怎么样？还是不了吧，暂时没有娶媳妇儿的打算。
你心里有人。曾奶奶，自从苏念雪之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另外一个人了。那是苏念雪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你不能因为吃过一次坏鸡蛋，就再也不吃鸡蛋了。这样吧，没人介绍的你觉得远，那曾祖母亲自给你指一门婚事，不是总督女儿，而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姑娘，姓林，叫林婉清。她性格刚烈，算学极好，在闺学里就以林怒怒闻名，是个好姑娘。你去见见，如果不喜欢，不强求。这是我画的卷轴。哟，先前不是还说不合适，怎么现在某人却脸红了？阿婉，燕州这个人心太软，你要多提醒他。曾祖母放心，我比他硬。曾祖母，我会好好对他的。有你这句话，祖母就放心了。你的为人，祖母是有数的。朝廷要征召你入宫，给了7品官位。一边是大好前程，一边是钦天监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钦天监不会因为你走了就倒。老祖宗，我不入宫了。为什么？宫里能给我的是官位，钦天监能给我的是让图纸变成真的东西。我选真的。好，那你就留在钦天监，顾家养你一辈子。老祖宗，学生此生无以为报。不用报，你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变成真的，就是最好的报答。这是我这一辈子的东西，现在交给你。我不是要你照抄我的东西，我是要你在我的肩膀上看得更远。老祖宗，学生必不负你。不用说此生，说这辈子就行。高祖母，我想和淮南一样，和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我听他们提起过，叫陈子墨是吗？是个琴师。没错，他很有才华，也懂我。家中其他长辈不同意，所以你来找我。高祖母，如果我不是顾家的女儿，您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吗？你是不是顾家的女儿，和你想嫁给谁是两件事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。他懂我的戏，也懂我这个人。我不想因为身世差距，造成一生的遗憾。那就嫁，嫁妆从我私房里出。顾家谁反对，让他来找我。你懂燕君的戏吗？懂燕君的心吗？懂燕君的苦吗？高祖母，晚辈懂他。您放心吧，燕君和我在一起，断然不会受委屈。
好话谁都会说。秦是我的命，我现在可以以我在秦道上的造为起誓。您知道，我出身寒微，只能拿这个跟您保证了。这个人可以嫁。燕君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要是对他不好，我不答应。高祖母放心，我用命护他。不过，祖母，我想给您过。好，过，但不要铺张。曾祖母，茶楼赚的钱我给您存着呢。曾祖母，苏儿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祖母，曾祖母，我找了3年，终于找到了。这应该是高祖父当年写给您的信，在老家祠堂的夹墙里找到的。只为等天下太平了，我们造一座观星台，看一辈子的星星。老祖宗生日快乐！起来，我又不是7老80，哦，不对，我快100了。祖母，您看到了吗？顾家有后了。看到了，不只有后，还有魂。燕州这个人心太软，你要多提醒他。曾祖母放心，他的软有我的印记呢。祖母，您看到了吗？顾家的血脉正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我看到了，传承下去的不只是血脉。曾祖母，您在看什么？看你们曾祖父。他在哪儿？在天上，也在我们心里。修远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星星身旁还有无数颗星星。昭儿，你休息吧，放心，顾家会越来越好。别哭了，人都有这么一天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还需要我教你们吗？报丧、设灵堂、写讣告，该干嘛干嘛，应有的礼数一个都不能少。明白。曾祖母，您哭出来吧。我没空哭。昭儿走的时候是笑着的，我不能用眼泪送她。曾祖母，从今以后，顾家我来撑。好，
那你就成。小姐，家主病重，特意让小人来汇报，他想见您最后一面。曾祖母，您去吗？我知道了。这具身体叫了你16年父亲，这最后一面，我替他来看。走。曾祖母，您恨他吗？人死了，恨不恨的都没意义了。沈之薇，你欠他的已经都化为乌有了。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怎么了？朝廷突然下令，所有民间工坊必须报备造册，且每年要向朝廷缴纳公造税，数额巨大。如此说来，青天剑即将面临生存危机。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！别胡说，有正式的条文吗？有，我太着急忘了给您了。这是针对所有盈利性商号的，不是专门针对我们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别急，让我想想。哦，我找到了一个漏洞。什么漏洞？新政不适用于蒙圣上特批的工坊。青天剑有康明御赐的匾额和七品儒人的虚衔，属于特批范畴。这能管用吗？无妨，我连夜写一封奏折，你们立刻进京呈递。朝廷批复了，钦天监属利民工程，以蒙圣上特批，免于新政限制。曾祖母，您怎么知道能成？因为皇上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不会杀一只会下金蛋的鸡。钦天监每年给朝廷带来的税收、政绩、名声，比那点公造税多得多。老祖宗，您真是太神了！傻孩子，哪有什么神不神的？把账算清楚，比什么都管用。这个受力点的设计比我当年做得好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您教我的结缘法，我把它用在了这里，不是只看受力，而是看力的流向。莫言，你已经超过我了。老祖宗，没有您，就没有学生今天。这是我当年用的那套工具的复刻版，现在归你了。你不需要活成我的样子，你要活成你自己的样子。但记住，工具可以换，匠心不能丢。客官，有什么吩咐吗？
您为什么不扩张？做大了，人就变了，我不想变。曾祖母，我错了，我把茶楼当生意，不是当事业。做大了，人的心会变，但如果你做大的初衷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更多人吃饱饭，那你的心就不会变。老板不做大是他的选择，但你顾淮南你的茶楼做大了，能让更多伙计有饭吃，让更多客人喝到好茶，这不叫变，这叫担子重了。这孩子真的长大了。曾祖母，我想把茶楼开遍江南，但我不急，我慢慢来。好，慢慢来，才走得远。等我开遍江南，您来喝茶，不要钱。我要不给钱，你就不赚钱，不赚钱，茶楼就开不下去。你怀有身孕，身体太虚弱，不宜再去唱戏。你唱得好，比任何时候都好。高祖母，我不舍得。你只是不唱了，又不是不活了。孩子生下来，你教他唱。那您得帮我带孩子。你这孩子，我是你的高祖母，不是保姆。高祖母，如果是女儿，我想让她叫念薇。好，我想让她记住，顾家有一个高祖母，名字叫知薇。念薇好名字。有人给景川提亲，对方是金陵首富的女儿，貌美如花，正直芳华。景川，你意下如何？祖叔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她是顾家一个账房先生家的女儿，姓周，叫周云。你一个顾家嫡子，娶账房的女儿？他娶谁是他的事，你们管不着。你懂账吗？我爸教过我。那好，从明天起，你来顾家帮忙管账。1个月后，周云崭露头角，把顾家几处糊涂账理得清清楚楚。周云的算学功底扎实，心思细腻，很快就成了顾景川的左膀右臂。曾祖母，我定会好好带景川。心与心之间是相通的，我相信景川也会好好待你。青天剑1期工程天河渡已经完成，让你们吃上了饱饭。2期工程天宫渠是让整个江南吃上饱饭。这不是顾家一家的事，这是江南千万百姓的事。曾祖母，这要多少钱？要多少人？要多少年？不知道，但总得有人做。我做，我也是，算我一个。老祖宗也算上我。曾祖母，我也来。还有我。曾祖母，我们一起。那好，开工。敬曾祖母，敬天宫渠，敬修远，敬昭儿。老祖宗，天宫渠是青天剑的第2期项目。青天剑是我毕生工造事业的总称，天河渡是第1期，天宫渠是第2期，一期一期做下去，总有一天，江南不再缺水，百姓不再挨饿。这是滋补寿元的药，刚才我也诊断过他的身体，那16岁的身体不知为何在加速衰老，像是灵魂与肉体的不兼容。现在
只能靠这味药吊着命。加速衰老，还能救吗？最多5年。曾祖母，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因为告诉你们，你们肯定不会让我累着，不累着青天剑还怎么完成？求老祖宗休息。我不累，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。曾祖母，您已经做的够多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起来，老天留给我的时间够了。天宫渠的第1期，我看到它开工就行。曾祖母，那您答应我们累了就歇，别硬撑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天宫渠的图纸已经画好了，顾墨言已经学会了所有的工造原理，顾彦周已经能独当一面，顾淮南已经懂得了什么是担当，顾川已经能管好整个顾家的账，顾彦君有了自己的家庭，顾彦舒和顾墨森也已经能独当一面，该交的都交了，该留的都留下了。修远、昭儿，我快来找你们了。族中成年的孩子全部都已成家立业，有的已经生了孩子。好，真好。顾家4世同堂，枝繁叶茂。昭儿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条路，我用70年走完了。听老祖宗。从今天起，不用听我的了，你们已经知道该怎么走了。曾祖母，我们永远听您的。不，你们听自己的，但记住听自己的，而后不等于不听对的。老祖宗，我们会把青天剑一代一代传下去。高祖母，我会教念威唱戏，唱您喜欢的那出《牡丹亭》。曾祖母，顾家的账我会管好，1分1厘都不会乱。曾祖母，各地的暗桩我会维持好。曾祖母，对外联络的事儿您放心。第1次我死在城头，图纸烧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第2次我等了70年，等来重活一次的机会。这一次我把该留的都留下了。修远、昭儿，我没辜负你们，孩子们，你们也别辜负自己。爸，老祖宗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把70年的遗憾变成了江南千万人希望的人。